6月17号，美伊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枪炮声暂停。但耐人寻味的是，华盛顿和德黑兰几乎同时对外宣布我们赢了。一仗打完，双方都说自己是胜利者，这就有问题了。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回顾这110天来的美伊冲突，2月28号呢，美以联合呢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史诗狂怒的袭击，事先呢没有通知任何盟友啊。开战之初呢，仅弹药消耗就消耗了56亿美元，头6天军费就超过了113亿美元。华盛顿方面认为啊，军事施压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德黑兰很快就会屈服。结果呀，这打脸来得很快。伊朗马上发动反击，对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发射了上百枚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到了3月上旬呢，霍尔木兹海峡呢被彻底封锁啊，全球呢大约有20%的石油运输线被中断。这个国际油价呢是一路的攀升，几百艘的油轮，将近2万名的海员被困海湾。伊朗呢用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不对称的攻击，多次突破美军的防空网。那美军的42架各型的飞机被击毁或者是损坏。那么在战场上达成平局之后，谈判桌上也是一再反复，是吧？华盛顿方面呢发出最后通牒，但是又不断的拖延。每次重要表态前，原油期货的市场上都会出现剧烈的波动。5次累计金额就超过了35亿美元呐。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随后就介入到调查，有经济学家呢把这个称之为叛国行为。那么信息真假混杂，期货市场就变成了一个政策泄露者的一个提款机。经过巴基斯坦等多方面的这个调解之后，6月14号双方呢宣布达成协议，17号通过线上签署的方式生效。备忘录共有14条内容，主要内容为6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放宽部分金融限制，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这个稀释浓缩铀库存。至于说这个核问题最后怎么解决，导弹限制什么全面解除制裁，那都留到了下一个阶段去解决。然而呢，所谓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实际上就是由海湾国家等第三方主导的投资框架，执行机制呢会在60天之内另行敲定。同时呢，万斯也公开表示，华盛顿不会出钱来支付战争赔偿。从军事的账面来看，美方确实占了战术上的优势。很多伊朗军事设施呢被摧毁，石油的出口枢纽哈尔科岛也受到了猛烈的轰炸。那伊朗的高层在空袭当中受到重创，几乎被整个连窝端。AI 辅助作战、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型装备经过了实战的检验，但是账不能只算一面。五角大楼表示呢，到5月中旬为止，直接军费已经接近了290亿美元，日均消耗强度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布朗大学的调查数据呢显示，在战争进行到90天的时候，美国消费者因为燃油价格上涨而多支出的钱就超过了490亿美元。而密歇根大学的5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已经跌到了70年来的最低点。哈佛学者呢计算出，这场冲突最后会使得纳税人承担大约1万亿美元的成本。更使得华盛顿呢感到头痛的是呢，打了一场仗却没有达到目的。伊朗政权以及伊朗的核问题依旧存在，颠覆伊朗政权的意图完全落空。伊朗议会的议长呢公开表示，备忘录呢是美方的失败记录，并放话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方会向过往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相当于呢在这个石油运输的命脉上又加了一道闸。反过来讲呢，伊朗呢在军事上呢确实吃了大亏，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呢就被破坏，前领导人被空袭炸死，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德黑兰用不对称的方式抵挡住了超级大国的全面攻击，保存了政权，保留了大部分导弹库存和核能力，最后呢迫使得华盛顿回到谈判桌。而且是美方先让步解除封锁，释放资金，一方的核心义务被推迟，被打的一方没有被打垮，就是一种胜利。韩文国家呢重新开始考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并且加快了寻找其他的伙伴的步伐。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清除要花费半年时间，卡塔尔受损的液化天然气产能恢复需要3到5年时间。短期内的全球能源供需紧平衡呢，很难得到缓解。这场战争使得美伊各自宣布胜利，但实则只要一旦开启战端，就不可能有赢家，更多的时候是双输，甚至是3输。近日呢，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分析称，美伊之间所达成的停火协议，或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成为最大输家。怎么说呢？路透社呢分析指出过去的内塔尼亚胡呢被认为是美国耳语者，意思是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使得华盛顿呢与以色列步调保持一致。但是停战协议一旦达成，就表明内塔尼亚胡已经无法左右华盛顿的对伊政策，反而只能是被迫接受。开战前，内塔尼亚胡呢希望凭此一战能够确立对抗伊朗的历史地位。但如今不仅在国际上被孤立，也被美国所抛弃，既没能推翻伊朗政权，也没能消灭黎巴嫩真主党。那内塔尼亚胡所营造的形象瞬间土崩瓦解。110天的战争呢，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格局。当超级大国发现自己的压倒性的武力不能迫使对手签订城下之盟的时候，当战术上的胜利不能带来战略上的好处的时候，传统的胜负逻辑将被重新书写。那么接下来的60天的谈判期才是真正的硬仗但是这一次，坐在桌前的各方都明白，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好了，感谢收看这期的谢飞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